当你翻开人类的历史书，你会觉得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站得挺稳，仿佛这把名叫地球霸主的交椅天生就是为我们留的。但别急着骄傲，在这个46亿年的大戏台上，人类不过是最后一秒才匆匆挤上台的晚辈。在我们之前，这把王座上已经换过8、9个王朝了，他们的故事远比人类几千年的争霸要疯狂得多。有些老牌帝国靠着熬出来的底气，一做就是20亿年；有些物种凭着一身重甲和獠牙，辉煌了1亿年，却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清洗，连个翻盘的机会都没留下。这绝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自然记录，而是一部地球版的王朝兴衰史。每一个舞台上从来都不是独角戏。你肯定会问，咱们的祖先当时在哪儿，在干啥？说实话，在这些物种争霸的夹缝里，我们的祖先大多数时候连个正式名分都没有，只能像游击队一样躲在暗处。他们眼巴巴看着其他物种称霸、毁灭，顺便捡点人家吃剩的残羹冷炙。地球形成于46亿年前，但最早的地球只是一个红得发烫的泥球，那时的地表根本没有陆地，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岩浆海，温度高达1000多度，自然也不会存在任何生命。而生命的诞生要等到这片火海冷却，海洋形成之后，这一等就是足足8亿年。那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到底是如何诞生的？最初的海洋没有声音，没有活物，直到有一天，在深海某个谁也说不清位置的角落里，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动了一下。那不再是随波逐流的死物，因为它完成了一件改写宇宙规则的事，它学会了复制自己。那个学会了复制自己的东西，是地球史上所有生命的共同祖先。因为它实在太小了，所以它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化石，没有遗迹，甚至连它在哪儿诞生都没人知道。有人说它是外星陨石带来的难民，有人说它是潮汐池里熬出的一锅热汤。但要在46亿年的大舞台上挑一个最符合乱世起家气质的剧本，还得是那个最恶劣、最狂暴的深海火山口。30多亿年前的地球环境极其恶劣，天是红的，海是绿的，空气里全是呛人的毒气。请记住这一刻，真正的大戏从来不在舒服的包厢里上演。往下潜到几千米深的无光海底，这里的海水重压能轻易碾碎钢铁，但就在这漆黑的海床上，地壳的裂缝正往外喷吐着几百度的高温物质。海水被地热煮得沸腾，混杂着铁、硫化氢和各种重金属喷涌而出，凝结成一根根高耸冒着黑烟的矿物烟囱。这地方简直就是地狱的头等舱，换做今天的任何动物扔进去，1秒钟就能熟透。但就在这水火互殴的夹缝中，正悄悄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化学暴动。这水里的氢、铁、硫在矿物岩壁的催化下被迫挤在一起，不断碰撞、破裂再组合。亿万年来，这种化学反应每天都在发生，发生完了也就散了，像烟花一样亮一下就归于死寂。直到某一天，在某一个不起眼的岩石微孔里，凑出了一团极其特别的化学反应。别小看这团连形状都没有的反应，几十亿年后，无论是海里称霸的巨兽，还是未来披着毛发穿梭的哺乳动物先祖，论资排辈，通通都得管它叫一声老祖宗。它的构造简直匪夷所思，没有头脸，也没有我们熟悉的任何器官，连个正经的细胞膜都未必凑得齐。在久远的岁月里，它只是一团依靠火山口温差勉强维持运转的分子，
但他做了一件打破宇宙常理的事儿，那就是他没死。不但没死，他还学会了从周围滚烫的毒汤里掠夺能量，拼凑出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这就是生命的开机。在这之前，地球上的物质都是随波逐流的，但从这团化学反应开始，活着这个概念诞生了。他开始抵抗物理定律并抢夺资源。不过他的处境无比艰难，他缩在火山口微小的岩壁缝隙里，不能往前挪半步，因为几百度的高温瞬间就能把它烧成灰，也不能往后退半步，因为外面冰冷刺骨的深海会立刻将他冻死。他只能像个走钢丝的瞎子，死死抓住那条温度刚好的生存红线。海底洋流稍微变个相，或者一块小石头滚落堵住微孔，这团微弱的化学反应就会连同它的宏图霸业一起被轻易掐灭。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到底失败了多少次，在几亿年的时间里，或许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火山口老祖宗，在学会复制的下一秒就被深海暗流冲得烟消云散。但总有那么一团反应咬着牙撑住了，他在孔洞里疯狂地复制自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硬生生把缝隙塞满了自己的大军，在漆黑的地狱里宣告了生命的顽强。然而这还远远不够，火山口虽然广泛，但终究只是一座随时可能喷发或熄灭的火山监狱。它太小了，也太孤独了。如果一辈子只缩在这个岩石缝里，那它永远只是个勉强苟活的流寇，算不上真正的霸主。它需要后代，需要整片家族。在接下来的几亿年里，这群极度原始的小东西要面临一场史诗级的大逃亡。他们要分裂扩散，要去见一见海面上的阳光，把整颗星球变成自己的绝对地盘。在这场史诗级的大逃亡中，大扩散足足耗费了几亿年的光阴。他们像难民一样，在漆黑的海底盲目乱撞，走到哪儿算哪儿。为了抢地盘、抢口粮，原本同源的兄弟渐渐不再是一条心了。就在这让人绝望的岁月里，地球上的生命迎来了第一次大分裂，硬生生分成了两大派系，古菌和细菌。古菌这一派是死硬的保守派，骨子里带着喜欢找虐的基因，他们对舒服的地方没兴趣，专挑最险恶的绝境往下扎。有的钻进几百度高温的沸水里，水温不够100度，连后代都不愿意生。有的跑到没氧气的臭泥沟里吃氢气吐甲烷，还有的干脆泡在盐分高的能淹死一切的远古死海里。相比之下，细菌这一派就显得聪明多了，他们是灵活的实用主义军阀。细菌不想在绝境里死磕，只想把地球上能用的资源压榨干净。他们化身海底的矿霸，直接去啃海底的铁矿，吃水里的硫磺。只要有海底裂缝和矿脉的地方，就有他们浩浩荡荡的施工队。两大派系各自拉起队伍，在远古的海洋里开启了一场将近20亿年的混战。整个世界的运转逻辑简单的近乎残酷，谁能抢到有限的化学物质，谁就能称王。一块石头上的矿脉，一片沼泽里的气泡，都能引发几十万代的王朝兴衰。化能合成菌吃光了硫磺就饿死让位，产甲烷古菌耗尽了氢气就分崩离析。所有群体都在有限的盘子里互相厮杀，打来打去，争的无非是地球施舍的残羹冷饭。地热一停，谁都得死。然而就在所有大门派为了一块矿石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有一个极其边缘的小支系被逼到了绝境。抢不到铁，吃不上硫，眼看就要灭族。他们悄悄躲进了一片阳光能照透的浅海里，
开始偷偷搞一项前无古人的疯狂研发。他们不再盯着海底的石头，而是抬起头，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天空。他们要发明一招让所有派系都吃不上饭的绝技。这项绝技一旦研发成功，整个地球的规矩就要被彻底改写。这个不起眼的边缘之系终于练成了绝世武功，它就是蓝细菌。如果说以前的生命体，不管是吃硫的、啃铁的，还是产甲烷的，都像是在泥地里刨食的苦哈哈，那蓝细菌就是直接修仙了。他们干脆连饭都不吃了，他们只需要漂在浅海里，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喝着海水，就能源源不断地把光能转化成自己需要的养分。这就叫光合作用。在当时那个残酷的地球上，这简直就是残酷碾压。别的物种还在微观世界里殊死搏斗，蓝细菌却直接跳出了内卷的泥潭。只要有阳光和海水，哪里都是他们的食堂。这套功法厉害是厉害，但有个致命的副作用，它会产生废料，就像人要拉屎撒尿一样。蓝细菌吃饱喝足之后排出的废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体。试想一下那个画面，我们今天管这玩意儿叫氧气。今天的人一听氧气，觉得那是续命的好东西，恨不得花钱去吸氧吧吸2口。可在当时那个世界，氧气是什么？是比砒霜还要毒上万倍的绝世毒药。对于那些习惯了无氧环境的古菌和细菌来说，氧气就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生化武器。它们身上那些原始的细胞膜和遗传物质，只要沾上一点氧气，立刻就会被强力氧化，像是被泼了浓硫酸一样，瞬间被撕裂融化，连个全尸都留不下。但蓝细菌不在乎，他们发现这门绝学不仅能让自己吃饱，排出的毒气还能顺手把周围抢地盘的竞争对手全给毒死，简直是一举两得。于是一场不受控制的扩张开始了。他们顺着洋流铺天盖地地向四面八方扩张。没过多久，原本灰暗的海洋表面硬生生被他们染成了一片令人头皮发麻的蓝绿色。蓝细菌的帝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建立在了阳光普照的水面之上。不过，那群曾经不可一世的深海霸主们一开始还没意识到大难临头，因为早期的海洋里溶解着海量的铁元素，这些铁就像是海洋自带的超级解毒剂。蓝细菌吐出来的氧气一溶进海水，还没来得及四处扩散，立刻就被铁元素给中和了。两者一结合，变成了氧化铁，也就是铁锈。这些红色的沉淀物纷纷扬扬地沉入海底。这是一场历时数亿年的看不见的拉锯战，无数的铁锈像红色的血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落向海底，一层压着一层，最终变成了今天人类开采的巨大铁矿石矿脉。在这个缓慢的阶段里，底层的厌氧细菌和化能合成菌还能躲在深海里继续做着他们千秋万代的美梦，丝毫不知道头顶的海面正在酝酿着什么。可问题是，海洋里的铁是有限的，这场消耗战，铁元素注定会输。终于有一天，海水里的最后一丝铁也被榨干了，海洋的解毒系统宣告彻底崩溃。从那一刻起，灭亡的倒计时按下了加速键，氧气不再下沉，像脱缰的野马在海水里肆意狂奔，浓度开始直线上升，水里再也装不下后，这些致命的毒气就咕噜咕噜地冲出海面，大口大口地灌满了地球的大气层，剧毒的天空到来了。对于当时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命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清洗。
曾经占据着各大矿脉、作威作福的化能合成军帝国，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生化大屠杀中，我们极度古老的远房先祖依然只能跟着难民一起往烂泥深处钻，靠着长期被边缘化练就的卑微本能，他们硬生生地在毒气弥漫的废墟里熬过了一劫，全靠命硬才幸免于难。当清剿结束，整个地球已经彻底换了主人，浅海、表层甚至连天空都被氧气填满。曾经群雄割据的时代结束了，蓝细菌踩着亿万同类的尸骨，登上了生命的最巅峰。在这片蓝绿色的海洋里，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对手。蓝细菌成了毫无争议的霸主，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喷出的毒气差点把自己也给冻死。浅海陷落后，这场仗其实已经没法打了。在过去几十亿年里，地球是无氧气体的绝对主场。甲烷、硫化氢、二氧化碳这些今天闻起来让人作呕的毒气，却是早期生命帝国的琼浆玉液。可当蓝细菌这个不要命的异类把氧气排进海水，并将海里的铁元素全部耗干之后，平衡彻底被打破了。氧气终于装不进海水，开始翻滚着冲出海面，漫上天空。等大气也被氧气霸占的那一天，整颗星球从浅海到深海，再到广阔的大气层，再也找不到一个无氧的角落。对于这些习惯了无氧环境的老牌生命来说，氧气绝非空气，而是比硫酸还要命的毒药，沾着就亡。面对这种全方位的残酷碾压，无名帝国的部族们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在极度的恐慌与绝望中，整个庞大的微观帝国被迫分裂成了3路大军。第一路是死磕到底的抵抗派，这一支曾经占据着最好的矿脉，享受着最浓郁的化学营养。当氧气毒物席卷而来时，他们不想搬家，也不肯低头。可惜骨气在残酷的化学反应面前一文不值。抵抗派连敌人的面都没见着，就被无孔不入的氧气大批毒杀。脆弱的原始细胞膜瞬间被撕裂，遗传物质被强力氧化，无数的残骸在海水中纷纷扬扬地飘落，层层层层地沉进漆黑海底。他们用自己的尸体给旧时代画上了惨烈的句号。第二路是识时务的躲藏派，既然海面待不下去，这群流亡者只能往深处钻。他们退到深海，钻进海底火山裂谷，或者扎进又臭又黑的沼泽烂泥地。在这群难民队伍里，有一支毫不起眼的边缘角色也跟着大部队往深处躲避。这就是我们极度古老的远房先祖。这群躲藏派在地下和深海里一躲就是将近20亿年，硬是熬过了最久远的岁月。直到动物大批出现时，这群躲在烂泥里的遗老突然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新避难所。动物的肠子里又黑又暖和，而且没有氧气，简直是量身定制的桃花源。于是他们果断搬家，直到今天你的肠道里还住着无数古老帝国的后裔。他们曾经是占满地球的霸主，如今却在你肚子里帮忙消化食物。第三路是最传奇的投降派，前两派要么死要么逃，但投降派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你要知道，氧气虽然剧毒，却也是宇宙中极其高效的能量催化剂。这群投降派细菌在久远的毒打中进化出了一套绝活，他们练出了一条专门的呼吸链，能够大口地吃氧气。以前吃甲烷吃硫磺累死累活只能榨出一点微薄的能量，
现在吸一口氧气，体内的能量爆发式增长，效率直接翻了几十倍。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地球上最先进的微型动力站。真正的戏剧性高潮发生在这群投降派和另一个物种的相遇上。在这个氧气弥漫的乱世里，有一种体型庞大却不会用氧气的古菌在海里游荡，碰巧遇到了一只个头娇小但正靠着吃氧气火力全开的细菌。古菌毫不客气地张开大嘴，一口把这只小细菌吞了下去。按理说小细菌应该被消化掉，可奇迹就在这一刻发生了。这只细菌没有被消化，反而在古菌的肚子里活了下来。它在里面继续吃着渗进来的氧气产生能量。古菌惊喜地发现自己肚子里平白无故多了一个专门吃氧气发电的器官。对那只小细菌来说，住在大佬的肚子里有稳定的防御壳，只需要交点电费当房租，这日子简直安稳至极。地球生命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幕诞生了，这就是第一次族群通婚，而且是一种霸道无比的吞并式通婚。古菌和细菌合为一体，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物种——真核生物。这一次合并彻底改变了生命的玩法，一个细胞内部变成了一个精密运转的微型帝国。外面的古菌化身为帝国的统治者，专门负责保管核心遗传资料和发号施令，而被吞进来的那只小细菌则彻底放弃独立生活，变成专属的动力部门。这套内外分工的玩法让真核生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优势，生命的上限被彻底打开。未来那些复杂的多细胞生命全都是从这场吞并式通婚中衍生出来的血脉。不过当真核生物还在海水里忙着建构微型帝国时，整个地球的宏观大局正走向彻底的失控。蓝细菌放出的氧气完成了对地球的清剿，无名帝国四分五裂，但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这场清洗的真正代价绝不是死了多少旧派系，而是地球的大气层迎来了彻底的巨变。以前的无氧时代虽然环境恶劣，却有一套完美的保暖机制。那些躲在烂泥里的产甲烷古菌每天制造海量甲烷，这些气体升上天空，形成了一层厚厚的保温毯。甲烷的保暖能力比二氧化碳猛10几倍，正是靠着这层天然保暖气，地球才在太阳还不怎么热烈的远古时期维持住温暖的气候。可是现在产甲烷古菌被氧气消灭殆尽，残存的也逃进深海，甲烷的源头彻底断绝了。更要命的是，残存在大气中的甲烷遇到富氧的新大气后根本待不住，在强烈的氧化反应下被一点一点地分解殆尽。天空中的保暖层就这样被无情地撕碎。蓝细菌满心以为清洗完对手就可以千秋万代，却做梦也没有意识到，随着保暖层的彻底瓦解，太空中冰冷的寒意已经毫无阻挡地穿透大气，直逼地面。整颗星球的温度开始直线下滑，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夹杂着冰雪向赤道蔓延。那个蓝细菌亲手打造的富氧新世界正在迅速变成一座冰封的坟墓。从大氧化事件之后，那场从天而降的大冷却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地球就像一个得了寒热病的庞大帝国，在随后的久远岁月里，一次又一次地坠入无边的寒冬。可是，如果你以为最初的那点冰雪就算是惩罚，那就大错特错了。最恐怖的那场极寒清算，要在将近20亿年后才会真正到来。这20亿年里，蓝细菌和他们建立的富氧新帝国早就把当年那场氧气大屠杀忘得一干二净。
新帝国的统治者们在海面上铺设着翠绿的领地，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江山永固。他们心安理得地吞吐着氧气，完全没有意识到当年亲手撕碎天空保暖层的因果报应一直在大气的深处暗中酝酿。随着气候的逐渐恶化，整颗星球开始结冰。那是一幅怎样的画面？那不是普通的一场风雪，而是一场从两极向赤道无差别席卷的超级风洞。巨大的冰盖像白色的铁幕，硬生生地砸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无情地向着赤道合拢。随着最后一片水域被坚冰锁死，几千米厚的冰层彻底封住了这颗星球的呼吸。从太空中看过去，地球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巨大雪球，活脱脱像一块塞在冰箱底层的陈年硬皮冻肉。这颗雪球成了一座密不透风的末日船舱。对统治阶层来说，这场灾难是毁灭性的。蓝细菌曾经是不可一世的霸主，依靠阳光和水垄断了地球的能量命脉。可现在上千米厚的冰层彻底切断了阳光，光合作用直接宣告停摆。巨大的绿色帝国在严寒和无尽的黑暗中彻底崩塌。曾经占据着最辽阔海面的蓝细菌死伤无数，不得不退掉骄傲，拼命寻找冰层最薄弱的地方，或者死死贴在冰下仅存的一点保水层里苟延残喘。那些在微观世界里呼风唤雨的征服者，如今全成了冰缝里瑟瑟发抖的流亡难民。他们不再谈论扩张，满脑子只剩下一个活字。但历史的剧本往往充满了最冷酷的讽刺。就在海面上的新贵族们几近绝种的时候，以前那些被鄙视的边缘地带，却意外成了末日船舱里最安稳的头等舱。那是一群在20亿年前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古军老贵族。当年他们被迫交出前海控制权，一路逃亡，钻进了漆黑的深海和冒着毒气的海底火山口。那是地球上最贫瘠的流放地。可谁能想到，大冰封压根儿管不到深海，海面结了1000米厚的坚冰，海底的热泉却依然在喷涌。那些依靠化能合成的细菌，每天雷打不动地吸收着火山口喷出的硫化物，按部就班地转化着微薄的能量，根本不知道外面已经天翻地覆。对于这群老贵族来说，环境从来就没有变好过，也就无所谓变得更坏。他们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在这场灾难里反而成了最稳的一群。习惯了苦难，苦难就不再是威胁。在这批深海难民营里，还有一条极度隐蔽的暗线。我们那些古老的哺乳动物先祖，当年为了躲避氧气毒物，也灰溜溜地潜伏在深渊烂泥之中。在雪球地球的凛冬里，他们连探出头的机会都没有，只能靠着比别人更耐扛的命硬基因，在冰冷的夹缝中做着深长而寂静的蛰伏梦。在雪球地球的这段至暗岁月里，微观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前大家为了抢地盘打得你死我活，可现在巨大的生存压力把所有派系都逼到了同一条绝路上。物种间的竞争奇迹般的弱化了，大家第一次发现最可怕的敌人根本不是身边的异类，而是头顶上无情的大自然。在这艘末日船舱里，蓝细菌在冰下挣扎，古菌在海底死守，化能合成菌在热泉边劳作。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还有多余的力气去扩张。他们不再互相撕咬，因为在绝对的零度面前，任何内耗都等同于集体自杀。然而生命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韧性。就在这冰封万里的夹缝之中，真核生物登场了。这个当年由古菌和细菌吞并通婚诞生出的奇迹物种，经过久远岁月的演化，悄悄地变大了。
它们体内有着专属的微型动力站，能量利用效率远超其他单细胞生命。这种能量上的优势成了它们活下去的底气。可是冰层之下的空间太狭窄，水温低得让人绝望，单枪匹马在这样的环境里讨生活，随时都有冻死的危险。单细胞帝国的扩张逻辑在冰盖下走到了死胡同。真核生物开始反思一贯的生存策略。既然单个个体的力量连一丝寒意都抵挡不住，干脆彻底改变各顾各的生活。他们开始尝试把2个细胞凑在一起，甚至是10个或者100个。那些在冰缝里挨冻的真核生物，在生死存亡的逼迫下，悄悄地完成了一场足以改写地球史的前卫实验。他们放弃了单细胞独来独往的绝对自由，选择将彼此的细胞膜紧紧地贴合在一起。他们把生存压力平摊，把抗寒风险分担，有的负责在最外层抵御严寒，筑起肉体长城，有的负责在内部安全地消化珍贵的营养。他们学会了抱团。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在所有生命都以为末日到来的时候，多细胞生命的雏形就这样从最微小的冰缝里悄悄冒了出来。冰雪封锁了海洋，却封不住生命试图向上生长的野心。下一个时代的王朝大门，正是在这艘看似死寂的末日船舱里被人悄然推开。冰封持续了几千万年，但海底的火山从来没停。它们喷出的二氧化碳无处可去，硬生生在大气里堆出了一场温室反扑，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冰盖一寸寸烤化。冰层一融化，阳光重新照进浅海，憋了几千万年的生命就像出笼的囚徒，开始了一场疯狂的演化。而那些在冰雪末日里挺过来的真核生物，趁着阳光重新铺满海床，开始将原本聚拢的庞大阵营做进一步的精细化升级。为了活得更好，细胞之间开始有了极其明确的分工。有的细胞专门负责在外面吃东西吸收营养，有的负责挥舞鞭毛让整个团队游动，还有的什么活都不干，只负责传宗接代。这种分工一旦开始，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再也停不下来。再往后发展，它们不再是一团毫无规律的细胞疙瘩，而是慢慢地生出了固定的形状，生成了明显的头和尾，甚至衍生出一团软乎乎的躯体。又用了几千万年的岁月，这些原本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的生物，终于变成了肉眼能看见的庞然大物。第一次大摇大摆地走出微观实验室，登上了宽阔的海底舞台。你能想象当时的浅海是一幅什么画面吗？那不是我们熟悉的充满杀戮和追逐的海洋，而更像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海底雕塑公园。在这个被称为埃迪卡拉纪的时代里，第一批多细胞贵族正式接管了地球。他们体型巨大，外貌怪异，仿佛是大自然在酒醉后随手捏出来的橡皮泥塑。比如那群名叫狄更逊水母的家伙，你千万别被他的名字骗了，他压根儿不是水母，而像是一床被撕破了的旧棉被，扁平地铺在海底的泥沙上。它们中最大的能延展到1米多宽，就那么软趴趴地瘫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有一种叫查恩盘虫的生物，外形就像是一根巨大的羽毛，直挺挺地立在水里，把底部死死地扎根在海底，完全靠着海水的流动来滤食其中的营养微粒。除了这些躺平的植物派，还有一些稍微不安分的家伙。金莫拉虫看着就像是一只掉在海底的软拖鞋，它们虽然没有脚，却能靠着身体的蠕动在海底缓缓地滑行。特里布拉契迪斯的造型更加前卫，它的身体呈现出诡异的3重对称，
就像是一枚静止在水底的3叶飞镖，透着一股不属于这个星球的古怪美感。而在这些奇形怪状的怪物中间，还混杂着一种叫斯普利格虫的家伙，它们身体分节，脑袋呈现出半月形，看起来就像是后来那些甲壳类节肢动物的老祖宗。这几位怪物贵族霸占着最好的浅海水域，各自占据着一方水土，互相之间谁也不搭理谁。这是地球46亿年历史上最奇特的一段岁月。在这个海底舞台上，没有张牙舞爪的掠食者，没有谁追杀谁的戏码，甚至连流血冲突都不曾发生过一次。原因很简单，这群早期的怪物贵族压根儿就没有生出嘴巴。他们不仅没有嘴，也没有肠胃，甚至没有眼睛。他们获取能量的方式全是被动取食，要么像海绵一样过滤海水里的残渣，要么干脆用身体表面直接吸收泥沙里的有机质。这就好比是一群连刀叉都不会用的婴儿，被放在了一间装满流食的巨大餐厅里，大家只顾着闷头吸收，根本不需要抢夺。于是，在这片没有竞争的伊甸园里，怪物贵族们维持了几千万年诡异的和平共处，大家和和气气，谁也不吃谁，连大声喘气的声音都没有。在这种绝对和平的表面下，还有一些不起眼的边缘角色，比如我们那些古老的哺乳动物先祖，他们此时连当怪物的资格都没有。在这些身形庞大的怪物贵族面前，我们的老祖宗依然保持着微小的单细胞或者极其简单的多细胞形态，卑微地蛰伏在海底那层最臭最烂的泥沙里苟活。他们不参与分蛋糕，也不敢奢望能在浅海的雕塑公园里占据一个位置。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巨人们看不见的阴暗角落里静静地等待属于自己的出头之日。当时的地球完全是这些无嘴怪物们的天下，谁也不会多看一眼烂泥里的那些微小生命。可问题是，这种没有竞争的伊甸园本身就是一种反常态的错觉，注定不可能持久。大自然的法则从来都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物竞天择。当浅海里的有机质慢慢变得不够分，当所有的好位置都被棉被和羽毛占满，和平的红利也就吃到了尽头。生命演化的齿轮从来不会因为一时的安逸而停止转动。就在这群和平共处的怪物居民中，已经有几个不安分的家伙悄悄地改变了图纸。他们不再满足于趴在地上慢慢吸收，而是试探着在身体前端开出了一个获取食物的破口。有些家伙甚至开始在体表分泌坚硬的壳。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就像是落进火药桶里的火星。当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大口在海底张开的那一刻，历时几千万年的和平协定被彻底撕毁。这片曾经寂静无声的伊甸园即将变成地球史上最无情的角斗场。那场转变来得又快又凶，几乎是地质学意义上的一夜之间。这就像是发令枪突然打响，一场没有任何规则底线的大混战全面爆发，整个海底简直就像一锅彻底煮沸的麻辣烫。生存的逻辑彻底变了，不再是看谁能安分守己地吸收营养，而是看谁能吃掉别人，以及谁能不被别人吃掉。为了活下去，生物们开始疯狂地修改自己的身体图纸，皮肤外边衍生出坚硬的甲壳，前端生出能够感光甚至聚焦的眼睛，能够撕裂血肉的锋利牙齿也第一次出现。曾经盲目的滤食变成了精准的绞杀。这种爆炸式的演化速度，把海洋彻底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却又残酷无情的修罗场。在这场生命大跃进中，一条从上到下的完整食物链被硬生生地建立起来，
海洋迎来了它的第一届争霸赛。在这个残酷的新世界里，首先登顶称霸的是一位名叫奇虾的暴君。这位寒武纪的第一霸主，体型庞大的让人绝望。当其他生物还在以厘米来衡量大小的时候，奇虾已经变成突破1米大关的巨无霸。它就像是一艘在浅海巡航的无敌战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掠食装备。在它的脑袋上生出了2只巨大的复眼，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水流里的任何一丝细微动静。眼睛前方衍生出一对粗壮且带刺的触手，就像是2把恐怖的镰刀，专门用来死死地夹住猎物。而在它的腹部则隐藏着一个布满锋利牙齿的环形大口，开合之间透着冰冷而纯粹的吞噬欲望。在这位暴君的字典里，压根儿就没有挑食这2个字，它是真正的咬什么吃什么。无论是柔软的无壳虫子，还是那些刚刚披上铠甲的防御者，在奇虾的环形巨口面前，全都如同薄纸一般不堪一击。它傲慢地盘旋在整个海洋生态的最顶端，建立起了地球历史上的第一个独裁王朝。但在奇虾那令人窒息的阴影之下，海洋并没有变成一片死寂，反而衍生出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阶层，那就是三叶虫。如果说奇虾是高高在上的独裁者，那么三叶虫就是这个王朝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绝对打不过那些顶级的掠食者，于是聪明地把全部演化天赋都点在了防御和繁衍上。三叶虫率先在身体表面生出了一层坚硬的几丁质外壳，就像是给自己穿上了一套严丝合缝的重型步兵铠甲。为了适应不同的海底地形和逃生需求，这个群体内部又发生了疯狂的分化，足足衍生出上千种不同的形态。有的三叶虫把底盘压得很低，像一辆小坦克一样在泥沙里飞速地爬行；有的在壳上生出尖锐的倒刺，把自己武装成一个铁刺猬，让掠食者无从下口；还有的演化出了异常灵活的身体关节，遇到危险时能瞬间把自己卷成一个坚硬的圆球，用最厚的背甲去抵挡致命的撕咬。可即便他们把防御做到了极致，三叶虫依然是整个食物链里最受欢迎的盘中餐。几乎所有生着嘴巴的捕食者都把它们当成主食。面对这种360度无死角的围剿，它们只能靠着惊人的数量基础和无与伦比的繁殖速度，硬生生地在这个血腥的乱世里占据着最核心的基础生态位。但你以为这场乱战里只有重甲坦克吗？奥巴宾海蝎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搞怪贵族。他的体型不大，但他的脑袋上却密密麻麻地生出了5只眼睛，能够提供360度无死角的视野，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偷袭。而在他的嘴巴前边，更是诡异地衍生出了一根犹如软管般挺出的巨型鼻子，鼻子的顶端还带着一对十分灵活的夹子。他平时就在海底悠闲地溜达，用这根怪异的鼻子在泥沙的缝隙里到处翻找隐藏的小猎物，活脱脱就是一个戴着防毒面具在战场上捡漏的投机分子。和他一样古怪的还有怪诞虫，这种生物仿佛是把自己的身体结构彻底搞反了。它的背上密密麻麻地生出了坚硬挺拔的尖刺，而用来支撑身体走路的腿却像细针一样。怪诞虫不属于任何庞大的军团，它们更像是游荡在海底深处的游击队。它们依靠那身看着就扎嘴的防御装备，在海绵和礁石的缝隙里艰难求生，绝不轻易暴露在开阔的水域里。掠食者看到他们那副刺猬一样的德性，再掂量一下那一背的硬刺，通常都会嫌弃地摇摇头，
去寻找下一个更容易下咽的目标。就在这些重甲坦克和带刺怪兽互相厮杀的时候，海底的角落里还躲藏着一个极度卑微的群体。他们没有任何坚硬的外壳，没有可以反击的触手，甚至连可以自保的尖刺都没生出来，全身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肉质感。这种小生物叫做皮卡虫，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一条细软脆弱的小鱼苗。在这场海洋第1届争霸赛里，皮卡虫可以说是最底层的受气包，几乎被所有生着嘴巴的家伙追着跑。但皮卡虫并没有因此走向灭绝，因为他们点亮了一项在这个重甲时代显得极为另类的生存技能。在他们那柔软的背部衍生出了一条贯穿全身上下的原始脊索。这条看似不起眼的脊索加上两侧呈现出 W 型的肌肉排布，让皮卡虫拥有了当时海洋里最高效的游泳姿态。当其他生物还在靠着笨重的甲壳在水底瞎折腾的时候，皮卡虫只要轻轻地摆动身体，就能像离弦的箭一样在水层中灵动穿梭。它们不争霸，不斗狠，只求能快，哪怕0.1秒地逃出险境。你能想象这种疯狂的奔逃画面吗？正是这条被逼出来的原始脊索，成了后来所有脊椎动物的坚实基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群在寒武纪天天被人追杀的小鱼苗，其实就是我们脊椎动物最古老的先祖。它在那个杀戮重重的王朝里，靠着十分狼狈的逃跑策略，为我们保留下了最珍贵的演化火种。这就是地球46亿年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王朝盛景。从最高处的奇虾暴君，到庞大的三叶虫中产阶层，再到疯狂逃命的皮卡虫，海洋里第一次形成了一套精密运转的完整食物链。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追杀与逃亡，每一块海底的泥沙都被染上了残酷的竞争色彩，各个物种在生死的边缘疯狂试探，谁也不敢停下演化的脚步，因为稍微慢上一点就会彻底沦为别人的盘中餐。奇虾在这个巅峰位置上傲视群雄，享受着独裁者的无上权力。但是大自然的铁律是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够真正做到千秋万代。就在奇虾不可一世地在水层中巡视它的领地时，在那些不被注意的阴暗角落里，另一种不起眼的早期头足类生物已经在无声无息地积蓄着力量。它们的外表看起来像个套着圆锥形外壳的蜗牛，只能缓慢地在海底爬行。在奇虾眼里，连个像样的对手都算不上。可是命运的齿轮已经悄悄地发生偏转，这些早期的头足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完善着自己的内部结构，它们的智力和捕猎技巧都在发生着质的飞跃。奇虾的王朝撑不久，在它的阴影下，那个带壳带触手的新型猎手正在悄悄变大。那种带壳带触手的家伙就是鹦鹉螺，它不靠速度，不靠灵活，它靠重武器。奥陶纪的这片大洋比起寒武纪的初级角斗场格局要复杂得多。寒武纪的奇虾虽然凶狠，但打猎全凭体型碾压，而奥陶纪的巨型直壳鹦鹉螺，也就是仿角石，则用精密的装备坐上了新一代海神王座。这家伙的体型突破了当时生命的极限，足足达到6到9米。它那圆锥形的坚硬外壳不仅是绝对无法击穿的重型装甲，更是一个精密的浮力调节系统。外壳内部被分成许多小隔间，通过调节其中的气体和液体，鹦鹉螺能够毫不费力地悬浮在任何高度。在开阔的水域上方，它用完善的视觉捕捉海底的微小动静，一旦锁定猎物，便通过喷射水流
从高空盲区急速俯冲，无数根强健有力的触手死死缠住目标，再犹如鹦鹉喙般锋利的角质颚瞬间撕碎。在它的绝对力量面前，整个大洋都被笼罩在它的立体打击范围之内。但你以为巨型直壳鹦鹉螺就能舒舒服服地独霸天下吗？在这个时代，海底泥沙里还潜伏着另一个毫不逊色的竞争者，那就是板足后，也就是常说的海蝎子。海蝎子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它身体扁平，外层覆盖着极度坚韧的几丁质铠甲，前端衍生出一对巨大且布满尖刺的捕捉足。它平时静静趴在浅海泥沙里，把自己完美地伪装成一块礁石。当猎物毫无防备地游过时，海蝎子瞬间暴起，用一对恐怖的夹子精准刺穿对手的甲壳。巨型直壳鹦鹉螺主宰高层水域，海蝎子霸占底层泥沙，两大霸主用一种默契的方式瓜分了奥陶纪的最高权力。这种双雄共治的局面让处于食物链中下层的三叶虫迎来了至暗时刻。它们在水底爬行时，稍不留神就会踩进海蝎子的埋伏圈，被切成两段。如果被逼得游向半空中，巨型直壳鹦鹉螺正张着触手在那儿等待。面对立体的双重绞杀，它们那层引以为傲的硬壳简直就像廉价的塑料包装壳一样，一戳就破。它们只能靠着庞大的繁殖数量填饱两位霸主的胃口，硬生生地在夹缝里维系着种群的存续。就在两大霸主和三叶虫天天上演生死追杀的时候，浅海的生态格局正在被一群不起眼的建筑师彻底颠覆。早期珊瑚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地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建筑工程师级别的物种。在此之前，海洋里的生物都是去适应环境，而珊瑚则是直接动手改造环境。它们分泌出坚硬的碳酸钙，一点一滴地在浅海基岩上堆砌起庞大的礁石群。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紧紧拥抱在一起，在波涛汹涌的浅海里筑起立体的堡垒。珊瑚礁的出现改变了浅海的权力结构。以前的海底就像是一片光秃秃的广场，谁跑得快谁就能活命。而现在，海底变成了一座地形复杂的超级迷宫。大量弱小的物种躲藏在珊瑚礁的缝隙里繁衍生息，以此躲避海蝎子的搜捕。庞大的掠食者面对密密麻麻的石林，往往束手无策。珊瑚用一种沉默而伟大的方式，把原本单调平坦的二维海底硬生生地拔高成了一个三维立体的复杂生态圈。与珊瑚礁的喧闹不同，在更为广阔的表层水域里，漂浮着一个宛如幽灵般的群体，也就是彼石。它们不参与海底的血腥厮杀，而是聪明地占据了海洋表面那个几乎无人问津的浮游生态位。彼石像是一排排微小的锯齿状刻痕，紧紧依附在漂浮的藻类或者自身分泌的悬浮物上，随着洋流四处漫游。它们靠着绿石海水中的微小颗粒为生，不争不抢。整个大洋表面就像是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彼石地毯。而在这些浮游生物之下，在珊瑚礁的阴影里，在鹦鹉螺和海蝎子的夹击中，还苟延残喘着一个群体，那就是无颌鱼。它们就是寒武纪那条每天被追着咬的小鱼苗皮卡虫的后代，也是我们脊椎动物最古老的先祖。在奥陶纪这个重甲满天飞的时代，无颌鱼的日子过得十分凄惨。它们依然没有衍生出任何可以防御的硬壳，也没有生出可以咬碎东西的下巴。它们只能靠着那条祖传的脊索，在所有人的脚底下拼命地游来游去。它们去浅海觅食会被海蝎子捕杀，去深水区溜达
会被巨型鹦鹉螺吞掉，甚至连躲在珊瑚缝隙里的带壳虫子都能欺负它们。这群软弱无骨的小家伙每天的生活常态就是逃命，把所有的能量全都用来加快逃跑的速度。而在海洋的剧烈翻腾之外，一个改变地球命运的伟大壮举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在终年被海浪拍打的海岸边缘，在潮湿的岩石缝隙里，苔藓类植物的祖先开始悄悄探出头来，陆地殖民正式开启。在此之前，陆地完全是一片死寂的炼狱，没有任何生命能够抵挡那里的干燥和致命的紫外线。可是这些微小的苔藓祖先脱离了海洋，用微弱的身躯死死贴着粗糙的岩石表面蔓延。你能想象吗？狂风呼啸的海岸边，一抹微弱的绿色正在死守着缝隙。它们非常弱小，一阵强风就能把它们吹干，一个烈日就能把它们烤死。但它们通过相互依偎保持水分，用微酸的分泌物一点点溶解坚硬的石头，硬生生地抠出矿物质。它们没有装甲，没有利爪，只是卑微地趴在石头上改造着岩石。但就是这不起眼的第一步，却为后世无数个纪元的陆地王朝打下了最关键的地基。在水下，双雄争霸，群象并起；在水上，绿色蔓延，开疆拓土。奥陶纪的这场盛世显得无比繁荣且坚不可摧，它硬生生地撑了几千万年。但谁也没想到，撞翻这场盛世的不是另一个生命，而是一块大陆。那块大陆叫冈瓦纳，它正在瞟向南极。在这之前，奥陶纪的大洋是一个温暖舒适的超级帝国，各路诸侯为了抢夺前海大陆架的地盘，每天都在上演疯狂的军备竞赛。他们不断地加厚装甲，增加体积，以为只要足够巨大就能永远霸占王座。可是谁也没料到，颠覆这个盛世的杀机根本不在水下。冈瓦纳大陆巨大的身躯像一台失去控制的推土机，缓慢却又坚决地盖住了南极点。整颗星球的气候引擎随即疯狂地运转起来，水汽被无情地吸到上空，化作漫天飞雪砸向地面。气温开始断崖式的下跌，南极冰盖仿佛一头白色的史前巨兽，开始无休止地向外扩张。这就像是一个超级抽水机开到了最大马力，把大洋里的水全部抽走，并牢牢冻进冰川里。海平面开始急速跌落，这对浅海生物来说简直是最彻底的灭顶之灾。要知道，奥陶纪最繁华的帝国中心全都建在阳光充足的浅海大陆架上，那里食物丰沛，水温宜人。现在水跑进了冰川，富饶的水下城市直接暴露出水面，海水退去的速度快得让人胆寒，大片大片的浅海变成了干涸的盐碱地，鹦鹉螺和海蝎子赖以生存的广阔领地瞬间缩水了一大半。许多横行霸道的掠食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位走低，最终搁浅在烂泥坑里绝望地等死。但这还只是灾难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事情更加残酷。伴随着气温的巨变，整个大洋的环流系统彻底崩溃了。原本沉睡在深海地带的缺氧水团失去了压制，开始像幽灵一样大规模地向上翻涌。这些带着剧毒的死亡之水滚滚涌入仅存的浅海避难所，把最后的几片活水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死区。水被抽干了，剩下的一点水里还充满了致命的毒素。双重绞杀之下，奥陶纪这桌丰盛的满汉全席被掀得干干净净。地球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惨烈的大清洗正式拉开帷幕。曾经横行海底数千万年的三叶虫，终于迎来了终极清算。它们凭借庞大的数量躲过奇虾的追捕，熬过海蝎子的夹击，
却无论如何也扛不住这种无死角的生态清洗。缺氧的海水让它们大批大批的窒息，干涸的浅滩成了它们庞大种群的集体坟墓。这场浩劫过后，三叶虫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剩极少数幸运的支系在深水区里苟活。海面漂浮的彼时同样惨绝，温度暴跌和食物链断裂让这层生态地毯被彻底撕得粉碎。海底的早期珊瑚礁也轰然倒塌，那些耗费无数世代才堆砌起来的立体堡垒直接暴露在冷空气中，连同躲在缝隙里的微小居民一起被瞬间冻毙。繁华的三维生态圈一夜间沦为一片死寂的废墟。85%的海洋物种走向灭绝，这是地球生命史上第一场惨烈的全球性大灭绝。这个时候，曾经傲视群雄的顶级霸主们又是什么下场？巨型鹦鹉螺，也就是仿角石，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这些巨大的海神维持生命需要广阔的空间和惊人的食物储备。如今浅海干涸，猎物死绝，他们引以为傲的庞大身躯反而成了最致命的累赘。沉重的重装甲彻底拖垮了他们，巨兽们只能成批地饿死在泥沙之中。盛极一时的仿角石帝国宣告灭绝，只剩下一些体型较小的亲戚狼狈地退守黑暗深海苟存。相比之下，底栖的海蝎子虽然受创严重，但它们平时就习惯在海底泥巴里刨食，这种低调务实的生存方式反倒帮了大忙，让一部分海蝎子硬生生地挺过了这场大清洗。这场王权崩塌的残酷大戏里，最大的赢家居然是平时最不起眼的边缘角色。在那群被追杀的四处乱窜的小可怜里，有一条软弱无骨的无鲗鱼，也就是我们脊椎动物的直系先祖。它们没有重甲护身，也没有力气反击，只能常年被赶到最贫瘠的浅海边缘吃冷饭。它们本来就生活在最恶劣的环境里，每天都在为了活命拼命逃跑。谁能料到，恰恰是这种底层的出身，让他们对灾难的忍耐力远远超过那些娇生惯养的霸主。如今大清洗到来，天敌死绝，无鲗鱼反而因为生存要求低，耗能少，奇迹般的捡了个大便宜，在这片废墟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与此同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岸边悄然发生。随着浅海水位不断的后退，海里那些有壳有腿的小型节肢动物被迫搁浅。它们是海蝎子的远亲，原始多足类的祖先以及早期甲壳类，平时只能在泥沙里翻找一点残羹冷炙。如今海水没了，烈日和干燥随时会要了它们的命。它们被迫往更高的海岸上爬，试图寻找一丝活命的机会。想象一下，就是这群被赶上岸的小不点儿，在无意间完成了一次跨越纪元的伟大远征。他们翻过干涸的浅滩，来到了那些布满苔藓的潮湿岩石上。微弱的植物先驱早就铺出了绿色的立足点。苔藓不仅牢牢锁住了水分，还为被迫上岸的小家伙提供了最完美的避难所。这群节肢动物就在湿润的岩石地带扎下根来，大口咀嚼着植物碎屑，在没有任何掠食者的新世界里疯狂地繁衍。这些被迫登岸的难民，就是下一个时代陆地动物真正的祖先。他们在废墟里找到了通向未来的大门。这场冰封地球的大灾难彻底终结了双雄共治的盛世，一切旧有的权力格局全被推翻。寒潮过去后，浅海空了一半，海蝎子接管了被腾出来的浅海，鹦鹉螺退守深海。但他们的好日子撑不久，
那个被欺负惯了的无鲉鱼正在准备发明一样改写规则的东西。无鲉鱼准备发明的那个东西叫做颌，也就是下巴。伴随着这个伟大构想，地球历史翻开了滞留记的篇章。然而对于无鲉鱼来说，这个时代绝不是重获新生的乐园，反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绝望地狱。因为在这个时代，底栖的海蝎子迎来了全盛期。随着气候回暖，这些节肢动物接管了全部的浅海大陆架，甚至顺着河口逆流而上，扩张到了淡水水域。其中最恐怖的统治阶层当属翼之后，这些披着重甲的水下巨兽身长达到惊人的2-3米。它们在水里横行霸道，挥舞着带刺的巨大捕捉钳，就像一辆辆横冲直撞的重型装甲车，确立了自己在水域里的绝对霸权。它们利用强壮的桨状肢在水中快速滑动，前端那对布满倒刺的捕捉足犹如2把死亡的镰刀。每当发现猎物的踪迹，翼之后就会猛然加速，锋利的巨钳瞬间切断水流，将那些拼命逃窜的小生物直接夹碎。作为我们脊椎动物的直系先祖的无鲉鱼，在这个时代彻底沦为了食物链的最底层。它们没有重甲保护，没有毒刺防身，甚至连一个可以开合的嘴巴都没有。面对体型庞大的海蝎子，无鲉鱼唯一的生存策略就是拼命的逃跑。它们没日没夜地往水面游，往岩石缝隙里钻，甚至逃进那些海蝎子巨大身躯根本挤不进去的贫瘠死水坑。每天一睁眼就是在泥沙里吸溜2口残渣，然后心惊肉跳地提防背后随时可能出现的巨大阴影。无数无鲉鱼就这样变成了海蝎子钳子底下的现成下酒菜。整个海床布满了鱼类破碎的残骸，节肢动物的暴政达到了地球生命史上的巅峰。可生命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越是把一个物种逼到无路可退的墙角，它越能爆发出改写规则的巨大能量。这批被逼到绝境的鱼类在旷日持久的逃亡中，身体内部开始了一场破釜沉舟的改造工程。无鲉鱼的头部有一排负责呼吸和过滤食物的柔软骨头，也就是鳃弓。鳃弓原本只是一些支撑着脆弱鳃丝的软骨，功能仅仅是维持呼吸用的骨架。但在无数次生死逃亡的压迫下，一部分鱼不可思议地把最靠近前段的那对鳃弓骨骼结构开始一点点向前推移，关节处慢慢演化出了可以活动的韧带连接。这种细微的骨骼挪动，经过无数世代的折叠与重塑，终于在嘴部拼凑成了一对可以上下开合的坚硬夹子。这副粗糙的骨头夹子就是地球生命史上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下巴。下巴的发明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硬件大升级。在这之前，无鲉鱼的嘴只是一根软趴趴的肉质吸管，吃东西只能靠微弱的水流吸附。可有了下巴之后，嘴巴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死死钳住猎物的老虎钳。而且这只是伟大变革的第一步。有了稳固的上下颌骨骼作为底座，原本附着在鱼类皮肤上的坚硬盾皮鳞片开始向嘴巴边缘转移并固化，最终演变成了一排排锋利无比的尖牙。大自然用最底层的皮肤残片拼凑出了最致命的穿甲武器。软弱无骨的无鲉鱼彻底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了武装到牙齿的有颌鱼。有了可以刺穿甲壳的牙齿，有了可以咬碎装甲的强大咬合力，我们的祖先再也不用一看见海蝎子就四处逃窜。他们把命运死死地攥在自己的嘴里，拥有了和水下巨兽正面碰撞的底气。这是被压迫者最漂亮的一次反击。
所有的掠食规则都因为这张新嘴巴而彻底洗牌。水下战况激烈，岸上同样在发生着一场革命。早在冰川时期，一批植物先驱就在岸边的石头上扎下了根，但原始苔藓没法把底部的储水输送到高处，只能像一层绿毯一样死死贴着地面。此时，大自然给植物点开了一个跨时代的技能树，也就是维管。这东西就像是一根根微型的抽水管道，能够克服重力，把水分稳稳当当地抽送到植物顶部。靠着这项奇迹般的微观水利工程，一种叫做裸蕨的植物横空出世。它们彻底抛弃了那种趴在石头上的卑微姿态，第一次把绿色的身躯直立挺向天空。荒凉的陆地不再是一望无际的灰白石头，而是冒出了成片成片的绿色小草丛。这些直立生长的裸蕨没有叶子，只有一根根翠绿的茎干，但它们却向高处伸展，贪婪地吸收着阳光。植物在这片荒芜的石滩上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能量转化工厂。光秃秃的大陆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生态地基。其实，岸上的新世界一旦铺好了绿色的地毯，就绝不会缺少闻风而来的食客。那些在大灭绝时期被迫逃上岸的微小节肢动物，也就是海蝎子的远房亲戚以及现代蝎子的先祖们，成群结队地钻进这片刚刚孕育而出的草丛里。它们在潮湿温暖的泥土里安营扎寨，每天咀嚼着植物碎屑，在这个没有掠食者的新大陆尽情地繁衍生息。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岸上有马路和蝎子开拓疆土，这种从水下到水上的全面扩张，让节肢动物家族俨然成了无可匹敌的绝对统治者。海蝎子还在挥舞着巨大的钳子，沉浸在天下无敌的幻觉里。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个一直被他们当成下酒菜的无鲗鱼群体，已经在黑暗中把最致命的武器打磨得寒光闪闪。有鲗鱼的利齿早已饥渴难耐，这场盛宴很快就要被彻底掀翻了。下巴这个武器一旦解锁，就再也收不住了。大自然的设计图纸一旦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生命的演化就如同脱缰的野马，奔腾在泥盆纪的蔚蓝汪洋里。泥盆纪在地球历史上有一个霸气侧漏的名字，叫做鱼类时代。这是一个专属于脊椎动物的高光时刻，也是一场毫不掩饰的军备竞赛。曾经那些软趴趴在海底吸食泥沙的无鲗鱼，现在彻底翻身做主。有了这张能咬合的嘴，鱼类再也不用四处躲藏，它们开始主动出击，肆无忌惮地在海洋里瓜分生存空间。整个海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奇形怪状的鱼类纷纷粉墨登场。这场军备竞赛很快分化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一种选择把防御力点满，演化出了厚重的骨板铠甲，这就是当时横行霸道的盾皮鱼。它们全身上下包裹着坚硬的骨质装甲，就像是一支潜伏在水底的重装坦克军团。不管别的生物怎么撕咬，盾皮鱼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而另一种鱼类则走上了追求轻盈灵动的路子，它们褪去了沉重的装甲，生出了轻薄的鳞片和锋利无比的尖牙。这批走轻量化路线的鱼类又分成了软骨鱼和硬骨鱼。软骨鱼也就是鲨鱼的直系祖先，靠着流线型的身体变成了最敏捷的刺客。硬骨鱼则点亮了鱼鳔系统，能在水层中随心所欲地悬浮。此时的海洋里，重装坦克在海底碾压，轻型刺客在水层中穿梭。而在这场混战里，倒了血霉的正是不可一世的海蝎子。你能想象得到吗？不久前，
这些体态庞大的节肢动物还是海洋里的绝对霸主。可如今时代变了，面对装备了下巴的有颌鱼、海蝎子，那引以为傲的外壳变得不堪一击。它们引以为傲的巨钳根本夹不穿盾皮鱼的后甲，笨重的身躯在软骨鱼面前更是如同活靶子。曾经耀武扬威的海蝎子，在有颌鱼面前彻底沦为了移动的蛋白质。对于这些新崛起的鱼类军团来说，猎杀海蝎子简直是轻而易举。节肢动物的甲壳在锋利的利齿面前，脆弱的就像100块钱一吨的廉价塑料。海蝎子被咬得七零八落，只能往边缘的淡水死水坑里躲藏。而给予节肢动物最后一击的，是一台泥盆纪的恐怖杀戮机器。盾皮鱼家族把重装路线推向了走火入魔的顶峰，孕育出了巨型猛兽，也就是威震天下的邓氏鱼。这家伙个头大到让人头皮发麻，体型普遍达到6到10米，犹如一艘庞大且致命的潜艇。它不仅披着重甲，更拥有一套让所有生物胆寒的咬合系统。邓氏鱼其实没有真正的牙齿，大自然给它配备的是一种更加粗暴的工具。它头骨边缘的2排骨板直接向外延伸，边缘如同剃刀般锋利，成了2把纯粹的死亡铡刀。当邓氏鱼张开大嘴，能在转瞬之间吸入大量海水，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咬合力，猎物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会被拽进铡刀的攻击范围。想象一下那个惨烈的画面，一只足有2米的海蝎子趴在浅海觅食，自以为还有几分尊严。突然海水变得冰冷，一片巨大的阴影乌云般笼罩了它。还没等海蝎子举起巨钳，邓氏鱼如同地狱之门般的大嘴已经轰然咬下。伴随一声令人牙酸的脆响，足有2米的海蝎子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骨板铡刀直接拦腰斩断。浑浊的体液疯狂弥漫，残破的甲壳在水流中四散翻飞。邓氏鱼只需要大口吞咽，把一切能动的东西填进胃里。不管是海蝎子还是同类的盾皮鱼，只要个头没它大，通通是一口吞的小菜。这条钢铁巨兽用绝对的暴力碾压了一切，彻底终结了节肢动物的海底霸权。可大自然的铁律是，泥盆纪的浅水区实在太卷了，这里到处游荡着软骨鱼和随时准备开饭的盾皮鱼巨兽，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致命威胁。对于底层鱼类来说，每天在水里游荡就像走在刀尖上，想要在这场地狱级别的竞争中活下来，就必须寻找一片没有掠食者的新天地。就在这个时候，硬骨鱼中的一只异类开始了大胆试探，它们叫做肉鳍鱼，也就是我们脊椎动物的直系先祖。它们在胸鳍和腹鳍里演化出了强壮的骨骼，外面还裹着一圈厚实的肌肉。这种肉乎乎的强健胸鳍在水里游动时显得笨拙，可一旦到了满是泥泞的浅滩上，却成了逆天改命的装备。这群肉鳍鱼每天躲在水底，防备着头顶游过的邓氏鱼，用强健的肉鳍支撑着身体。它们不再满足于盲目逃窜，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波光粼粼的水面之上。那个充满干燥与未知的陆地，如今正散发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因为此时的岸边早就不是以前那副光秃秃的石头模样了。就在鱼类互相厮杀的时候，陆地上的植物先驱早就大干了一场。那些原始裸蕨靠着维管系统向高处挺拔，冲破重力束缚，演化出了地球上最早的森林。这些植物高大如树，繁茂的枝干交织在一起，遮天蔽日。粗壮的根系深深扎进泥土，
把毫无生气的荒原逐渐变成了充满养分的沃土。随着森林的崛起，无数微小的生命也迎来了属于它们的狂欢。早期的昆虫在茂密的枝叶间穿梭，有的甚至演化出了薄薄的翅膀，开始在半空中轻盈地飞翔。各种节肢动物在树根下安营扎寨，整个陆地生态系统初具规模，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食物却没有任何大型掠食者看守的巨型粮仓。这一切都被水下苦苦挣扎的肉鳍鱼看在眼里。它们潜伏在岸边，看着那仅仅一水之隔的沙滩上，满地都是植物碎屑和肥美的小虫子。水里的竞争实在让人喘不过气，稍有不慎就会变成瞪视于牙缝里的碎肉。生存的渴望终于战胜了对缺水的恐惧。我们的祖先，这群勇敢的肉鳍鱼，开始用那对强健的肉鳍小心翼翼地拨开水流，一点点地把沉重身躯推向海岸浅滩。它们半个身子露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呼吸潮湿空气。肺部的早期雏形让它们能够勉强在空气中获取氧气。肉鳍在沙砾上摩擦，每一次挪动都充满艰辛。它们不敢离水太远，只是在湿润的滩涂上试探着前行，吃两口地上的虫子和落叶，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滑动泥沙退回水里。这是一种充满危险的走钢丝，但在满是无情粉碎机的泥盆纪浅海，这却是通向未来的唯一生路。水里是邓氏鱼在肆意收割生命，岸上是挺拔的裸蕨森林，以及试图用肉鳍丈量大地的微小先祖。整个地球似乎都沉浸在这场生命大爆发的狂热之中。鱼类的盛世看似无敌，但泥盆纪的森林惹了一个大祸。那个惹祸的东西正是岸上刚刚繁盛起来的森林。在泥盆纪的初期，陆地还是光秃秃的岩石世界，可是生命的野心一旦点燃，就再也无法熄灭。植物们不甘心永远趴在地上，它们演化出了维管束，开始拼命向着天空拔高。一片片的森林在大地上蔓延。为了支撑庞大的身躯，这些参天大树的根系变得无比粗壮，像无数把尖锐的锥子死死地扎进地下的岩层里。为了获取更多的养分，这些森林的根系开始分泌出大量微酸物质。岩石这种坚硬的东西，在酸性物质的常年浸泡下，大面积风化瓦解。原本坚不可摧的石头变成了松软的泥土，里面封锁了亿万年的磷、氮等各种营养元素，全都被一股脑地释放了出来。每当天空坠落暴雨，这些富含营养的泥水汇聚成洪流，顺着江河一路狂奔，最终全盘倾倒进了蔚蓝的海洋。你能想象得到吗？这本该是大地母亲对海洋的一场慷慨馈赠，结果却变成了一道催命的符咒。这就好比往一个封闭的鱼塘里一口气倒进去了几万吨劣质化肥，海洋里的营养物质瞬间超标，整个水体迎来了史无前例的负营养化。在这场狂欢中，最先发疯的不是鱼类，而是那些平时毫不起眼的单细胞海藻。它们不需要复杂的繁衍过程，只要有充足的养分，就能以几何倍数疯狂复制。随着这场失控的繁衍，原本清澈的浅海逐渐被一层厚厚的绿色藻类彻底封锁。阳光被这层绿色的毯子严严实实地挡在水面之上，海底的世界陷入了一片死寂的昏暗。更可怕的灾难还在后头。藻类的寿命短暂，它们在水面上疯狂繁殖，又在水面上成批的死去。无数死去的藻类纠缠在一起，如同雪花一般缓缓坠向深海。海底下起了一场绿色的死雨，
这听起来充满了一种诡异的美感，但对于海底生灵来说，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末日。当这些海藻尸体在海底堆积如山时，水下的细菌迎来了属于它们的盛宴。细菌在分解尸体的过程中，会贪婪地消耗掉海水中本就不多的游离氧气。随着绿色死语日复一日的坠落，海洋里的氧气含量断崖式的暴跌，海水逐渐变得浑浊不堪，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味。曾经那个生机勃勃的角斗场，硬生生地变成了一个让人窒息的死水池。在这个让人绝望的环境里，最先扛不住的正是那些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海洋霸主。泥盆纪的海洋原本是属于盾皮鱼的天下，尤其是威震四海的邓氏鱼，它披着坚不可摧的重甲，在过去的千万年里横行霸道。可是面对这场无声无息的灾难，邓氏鱼那身骄傲的重甲全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窒息是不讲道理的。邓氏鱼因为体型庞大，身体代谢需要海量的氧气来维持。当海水里的氧气被消耗殆尽，这条曾经不可一世的钢铁巨兽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憋闷。庞大的邓氏鱼一具接一具地翻起白肚皮，缓缓沉入那片充满腐臭的烂泥之中。随着这位顶头大哥的轰然倒塌，整个盾皮鱼家族也迎来了灭顶之灾。笨重的身躯让他们无法逃离死水区，一个横行的装甲王朝就这样在窒息中全军覆没。不仅仅是盾皮鱼，在浅水区，那些曾经绚丽多姿的造礁珊瑚也大面积白化。它们原本是海洋里的建筑大师，搭建起了一座座繁华的海底城市，但现在珊瑚虫在缺氧的打击下纷纷死去，宏伟的珊瑚礁坍塌成了毫无生机的石头坟墓。海洋霸主的席位再次空缺，大自然毫不留情地按下了洗牌键。而就在海洋土著惨遭灭门的时候，在海岸线的边缘，一场决定地球未来走向的伟大逃亡正在悄然上演。那是一群在夹缝中求生的肉鳍鱼。如今浅海彻底憋成了死区，吸进来的全是腐烂的藻类残渣。肉鳍鱼发现水里根本没法待了。原本他们只是在滩涂边缘试探，但现在退回水里就是死路一条。他们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绝境。大自然就是个残酷的考官，他把你逼到悬崖边上，只是为了看看你能爆发出多大的潜能。为了活下去，肉鳍鱼只能向着更深处的陆地进发。它们拖着沉重的身躯，死死地扒住干硬的地面。每一次挪动都在剧烈消耗体力，每一次把身体暴露在空气中，皮肤都在迅速失去水分。但它们没有退缩，因为身后就是充满死亡气息的绿色地狱。它们被逼着往岸上越走越深，在这个痛苦的挺进过程中，肉鳍鱼的身体发生了堪称奇迹的改造。那对原本用来在泥水里挪动的肉鳍，在陆地重力的反复折磨下变得越来越粗壮，最终演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4条腿。同时，在空气的锤炼下，它们生出了真正的肺。当第一只鱼食猿用4条腿稳稳地撑起身体，站在遍布植物的土地上，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时，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启了。它们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底层鱼类，而是变成了地球上第一批两栖动物。这是脊椎动物第一次真正征服了陆地。我们的祖先这群不屈不挠的肉鳍鱼，在海洋的窒息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彻底爬上了岸。这场泥盆纪大灭绝的灾难，抹去了无数不可一世的海洋霸主，却也阴差阳错地逼出了一支改变地球命运的骑兵。
泥盆纪的窒息结束后，地球进入了一个含氧量高的离谱的狂暴时代。当初把海洋逼向绝路的陆地植物，彻底失去了生态反馈的制约。那时候的土地上还没有演化出能够大量啃食树干的食草怪兽，连一丝一毫的阻碍都不存在。辽阔无垠的陆地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汪洋，参天巨树像无数根粗壮的柱子，死死地钉在泥土里。为了抢夺更多的阳光，它们不顾一切地向上拔高枝叶，把天空遮蔽得严严实实。当时地表的微生物还没有演化出分解木质素的能力，所以这些巨木死后根本不会腐烂，沉重的躯干一排压着一排倒在泥沼中。这些倒塌的枯木在久远的光阴中被高温高压反复夯实，最终变成了今天人类挖掘的煤炭矿层。在这场规模浩大的光合作用盛宴里，植物肆无忌惮地吞噬二氧化碳，再把海量的氧气排进大气层，这让地球的含氧量一路狂飙，直接攀升到了 35% 的恐怖数值。这种离谱的含氧量，对于那些体型微小的节肢动物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基因解禁。它们的呼吸系统和脊椎动物完全不同，节肢动物没有发育出真正的肺，全靠身体两侧的微小气孔连接气管网，被动地吸收空气里的氧气分子。这就意味着外界的氧气浓度有多高，它们的体型就能放大到多少。在含氧量极度超标的加持下，节肢动物彻底失去了控制，瞬间突破了骨骼和体型尺寸的天花板。这时候，你如果站在石炭纪的雨林里抬头看，天空中盘旋的根本不是小飞虫，而是一展近70厘米的巨脉蜻蜓。它们像轰炸机一样在树冠之间巡航，复眼里闪烁着冷酷的杀意，粗壮的毛刺遍布锋利的口气，随时准备撕裂任何进入视野的倒霉蛋。而在潮湿腐败的烂泥上，一条条体型达到3米的巨型马鹿正在缓慢爬行。它们浑身披着漆黑厚重的铠甲，几百条腿同时舞动，把挡路的一切统统碾碎。草丛的阴影里还潜伏着脸盆大小的毒蜘蛛。这里完全是异形怪兽的天下，一个属于巨虫的黑暗时代。在这个怪物横行的世界里，舞台边缘缩着一群灰头土脸的可怜虫。它们是在前一场大灭绝中死里逃生的两栖动物，也是我们哺乳动物真正的嫡系先祖。本来它们好不容易爬上岸，以为告别了海洋的险恶就能安居乐业，却没想到陆地上等待它们的竟然是一群巨大的昆虫。两栖动物皮肤滑腻，没有骨板鳞甲的保护，走起路来只能笨拙地拖着柔软的肚皮前行。它们的四肢还不够粗壮，根本无法支撑庞大的身躯快速奔跑。曾经在水域里横行的脊椎动物，如今在岸上彻底沦为了虫子们眼里散发着肉香的移动餐盒。一只体型肥硕的成年两栖动物正趴在烂滩里寻找食物，头顶突然掠过一道巨大的黑影。巨脉蜻蜓俯冲而下，锋利的额部死死地钳住它的脖颈，硬生生地把它提到了半空之中。而在不远处的枯树叶下面，另一只成年两栖动物甚至还没来得及退回泥坑，就被潜伏的毒蜘蛛直接拖进了暗处。这群先祖活得憋屈透顶，除了面对残暴的屠夫，还要面对一个无解的生理短板。两栖动物虽然拥有了能在陆地上行走的腿脚，却始终无法彻底斩断和水潭的羁绊。它们的卵没有坚固的外壳保护，质地就像今天我们在池塘里看到的青蛙卵一样，是一团透明的胶状物。这种脆弱的结构一旦暴露在干燥空气里，不出半天时间就会彻底被裂缝风干。
胚胎在没有水膜包裹的情况下，根本挺不过陆地高温的残酷炙烤，这就等于给它们套上了一根无形的铁链。不管内陆的雨林深处藏着多少未被瓜分的食物，两栖动物都必须被死死地锁在水潭边缘。只要太阳一出来，它们就会浑身干瘪发痛，不得不立刻退回水里泡着。水就是它们唯一的避风港，遇到危险只能跳回泥水里苟活。然而雨林里的杀戮并不会因为族群的弱小就网开一面，巨虫们的领地不断向外扩张，浅滩附近变得越来越凶险。在这场灾难面前，大自然露出了最冷酷的一面。平时收你最贵的租金，一旦看你不顺眼，就把你的铺盖卷直接扔进臭水沟，逼着你在最恶劣的荒地里自生自灭。在这个残酷的绝境里，一小批两栖动物被巨型马鹿一路追杀，慌不择路地逃离了熟悉的水域。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深陷在干燥缺水的内陆腹地，回头路早就被成群结队的掠食者彻底封死。前面是滴水不沾的干旱荒原，后面是磨刀霍霍的异形巨虫。对这支逃难的队伍来说，如果找不到水池来产卵，整个族群马上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凄惨结局。正是这种没有退路的绝望时刻，逼出了生命的狂暴潜能。这批迷失在内陆深处的两栖动物，用千万年的时间搞出了一套惊人的基因改造工程。既然找不到外界的大水池，那就在肚子里人造一个小水池。它们产下的卵外面不再是软弱的胶质，而是包裹上了一层坚实致密的碳酸钙硬壳。在这层硬壳内部包裹着充足的羊水以及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甚至还有一套微型的排泄和换气网络。外界的烈日再毒辣，也抽不干蛋壳里的那汪生命之泉。这种自带微型海洋的结构，就是生物演化史上堪称奇迹的羊膜卵。幼体可以在蛋壳的庇护下安心地发育，完全破壳而出的时候，直接就是一个能够独立奔跑的小号四足动物，完全省略了必须泡在水里的脆弱阶段。那些被锁在水边的两栖动物，终于靠着这颗带壳的蛋砸碎了无形的铁链。从第一颗羊膜卵落在干燥的泥土上开始，一个全新的物种门类宣告诞生，这就是爬行动物。我们的先祖带着这颗生命火种，头也不回地告别了潮湿的泥潭。他们迈开稳健的四肢，毫无顾忌地向着内陆深处挺进。曾经把它们当典型的巨型昆虫，只能看着这些底层的可怜虫完成了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越狱。羊膜卵的发明彻底切断了水潭的羁绊，让脊椎动物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了征服整块大陆的资本。广阔的内陆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一个属于脊椎动物的大陆王朝已经隐隐浮现。可是生命的剧本从来不会平铺直叙。爬行动物刚刚拿到了通往未来的入场券，脚下的土地却埋好了足以毁灭一切的狂暴炸弹。那些疯狂制造氧气的无边雨林，虽然托举起了恐怖的巨虫时代，也同样在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一点就着的超级火药桶。这座含氧量极高的繁茂森林即将在一场划破天际的刺眼闪电中化为满地灰烬。那是一场本该十分普通的雷暴，乌云在参天巨树的顶端翻滚，一道刺眼的白光劈开天幕，精准地击中了一棵枯木。如果换作别的时代，这只是一场很快就会被暴雨浇灭的小火苗。但在石炭纪这个含氧量狂飙到 35% 的疯狂世界里，
这一点火星瞬间引爆了整个地球的火药桶。狂风卷起灼热的气浪，把火种洒向无边无际的绿色汪洋。大火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吞噬着一切，富含氧气的空气变成了最致命的助燃剂。烈焰不仅在树冠上跳跃，甚至顺着枯树的纹理一路烧进泥土深处的煤炭矿层。这根本不是一场普通的森林大火，而是一场要把整个旧世界烧成灰烬的末日天谴。高达100米的火墙在广袤的大陆上肆虐推进，把遮天蔽日的雨林烧成一片焦黑的废墟。地球的生态系统在烈火中彻底崩溃，原本潮湿闷热的绿色乐园转眼间变成了一个干旱炎热的残酷炼狱。大自然的法则极其无情，一旦你失去了利用价值，就会被立刻无情地抛弃。随着无边雨林的灰飞烟灭，那场支撑了无数光阴的光合作用盛宴戛然而止。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重新占据主导，而含氧量开始断崖式的暴跌。那些曾经在天空中横行霸道的巨脉蜻蜓，第一批感受到了末日的绝望。它们引以为傲的庞大身躯，此刻变成了催命的绞索。稀薄的空气再也无法支撑它们沉重的肉体。更致命的是，失去雨林庇护的它们再也找不到多余的猎物。这些巨型轰炸机在半空中如同断了线的风筝，绝望地跌入滚烫的火海。而在地面上，那群披着重甲的巨型马鹿和脸盆大小的毒蜘蛛同样迎来了灭顶之灾。它们没有肺部，全靠气孔被动地吸收氧气分子。当空气里的含氧量跌破生存底线，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巨型虫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原本充斥在空气里的生命燃料已经被大火榨干。那些曾经让一切脊椎动物胆寒的异形屠夫，最终变成了一地干瘪的脆壳，被随后的狂风吹得粉碎。那个属于巨虫的黑暗统治，就这样在漫天飞舞的烟灰中彻底画上了句号。在这场横扫全球的劫难中，绝望的不仅仅是虫族，那些刚刚在陆地边缘站稳脚跟的两栖动物，也迎来了整个族群的至暗时刻。雨林崩溃带来的最致命后果是全球气候的急剧变干。曾经遍布大陆的沼泽和泥潭，在烈日的暴晒下变成了一片片龟裂的硬土。两栖动物那滑腻脆弱的皮肤根本无法抵挡毒辣的阳光，它们只能本能地向着残存的小水坑疯狂聚集。成千上万只肥硕的身躯挤在最后一点浑浊的泥浆里，互相踩踏挤压，水分被一点点地抽干，剩下的只有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这场旱灾精准命中了他们的死穴。两栖动物终究没能彻底砸碎水潭的铁链，它们的繁衍根本离不开水。随着最后一个泥潭的干涸，这群曾经在水域里横行的霸主，这群好不容易爬上岸的哺乳动物的直系先祖，只能绝望地倒下，成群结队地死在干枯的河床上。烈日下，两栖动物的尸骸堆积如山，你能想象得到吗？正是这片仿佛已经死透的焦土，却给另一群生命送去了一把通向新王座的黄金钥匙。在那些还在冒着青烟的枯木残骸之间，在那些干旱缺水的荒原深处，一群带着新式武器的脊椎动物正在悄然崛起。它们就是前些时候刚刚告别水潭的爬行动物。对于两栖动物和巨型昆虫来说，干旱炎热的炼狱是毁灭一切的终极灾难。可是对于爬行类来说，这简直就是大自然专门为它们量身定制的无双大局。
爬行动物不再拥有那种滑腻的皮肤，体表覆盖的粗糙鳞片就像一套完美的锁水铠甲，外界的烈日再毒辣也无法把它们晒成干尸。更重要的是，它们手里握着羊膜卵，凭借着带硬壳的蛋，它们彻底摆脱了对水域的依赖。即使在滴水不沾的内陆深处，幼体也能安稳地发育。等到破壳而出的那一刻，直接就能撒开4条有力的腿脚，开始在这片干旱的大地上狂奔猎食。没有了巨型昆虫的捕杀，没有了两栖动物的竞争，爬行动物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广阔疆域。满地的虫子尸体和两栖动物残骸成了它们度过初期难关的丰富口粮。这群拥有羊膜卵的开拓者在这片毫无阻碍的废土上迅速开枝散叶，它们开始疯狂地演化，体型越来越庞大，四肢越来越粗壮。很快，爬行动物的足迹就踏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其中有一只非常特殊的类群，被后世称为河弓纲。它们顶着硕大的头颅，背上甚至竖起了一面巨大的背帆，比如那种叫做翼齿龙的凶悍猛兽。这里要说清楚，翼齿龙不是恐龙，名字里的龙只是中文翻译习惯，它跟恐龙是完全两条路。这面背帆能够在清晨迅速吸收阳光的温度，让它们比别的猎食者更早地进入活跃状态。当其他动物还在清晨的寒意中身体僵硬的时候，翼齿龙已经气血翻涌，张开血盆大口，开始了一天的杀戮。这群背上顶着帆的爬行动物，凭借着强大的体能和凶残的咬合力，直接撕碎了所有试图反抗的对手。而正是这群看起来怪异无比的河弓纲巨兽，在久远的光阴之后，将会褪去坚硬的鳞片，孕育出滚烫的温血，成为我们哺乳动物真正的嫡系先祖。在这个野蛮的纪元初露锋芒之时，他们踩着石炭纪的废墟，骄傲地坐上了陆地霸主的铁王座。地球缓缓转动，岁月的车轮毫不留情地碾过遍地骸骨，义无反顾地驶入了一个被称为二叠纪的全新纪元。爬行类的王朝在满目疮痍中稳稳地建立起来，属于他们的帝国版图正在无休止地向外扩张。他们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俯视着这片任由他们驰骋的浩瀚疆土。然而命运的诡谲之处就在于，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可以永享太平。在未来那些更加冷酷的岁月里，这些新加冕的霸主还要去面对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他们还要经历更为惨烈的三叠纪大屠杀，还要在恐龙王朝那遮天蔽日的恐怖阴影下屈辱地挣扎求生，直到亿万年的厮杀和毁灭全部耗尽，直到曾经不可一世的巨兽纷纷倒在血泊中，最后只剩下一个躲在黑暗地洞里瑟瑟发抖的毛茸茸幸存者。那个坚韧不拔的幸存者，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类先祖。但这已经是另一段充满血泪与宿命的故事了。